新疆挖出清朝不腐干尸，头戴官帽，汗毛根根分明，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古尸。胡须、眉毛，包括眼睫毛、辫子，你看都保存最完整，很完整，腋毛都在。就连腋下体毛都清晰可见。更加惊人的发现是，在干尸的不远处还摆放着一个带锁木箱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新疆吐鲁番盆地的北部邊緣，因遠處看上去如同火焰一般，又分外乾燥酷熱，因此被稱作火焰山。這天，施工隊在火焰山作業，竟挖出一具不腐乾屍，頭髮烏黑濃密，汗毛根根分明，連手腳指甲蓋也保存得十分完好，宛如一個正沉睡的老者。更令人驚恐的是，除了最初挖出來的，還另外挖出了4具乾屍。這5具乾屍為何能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又為何一起葬在了火焰山上？2009年的一天，施工隊加緊施工建設，在經過測量後，對一處地方進行定點爆破，確保後續工作的開展。炸着炸着，施工隊發現不同尋常的地方，地面在爆炸的作用下露出了一個深坑。為了確保施工正常進行，施工隊派了幾個膽大的工人，拴好繩索，下去坑裡查看。幾個工人到了坑底，借着電筒的光對四周進行清理。其中有一處與周圍環境不同顏色，引起了工人們的注意。待清理過後，見多識廣的工人們都被嚇了一跳，這地方竟然埋着一具棺材，裡面是一整具乾屍。實際上，作為經常下地施工作業的工人，平日裡挖到的屍骨雖然不多，但也不少。但像這具這般令人毛骨悚然的，工人們還是第一次見。乍一看，工人們還以為這是個僵屍，毛髮烏黑有光澤，皮膚還有着彈性，汗毛根根分明，身上的官服也沒有多嚴重的破損。一般屍體在多年掩埋的情況下，早就塵歸塵，土歸土，哪會像這具乾屍一樣栩栩如生，似乎一碰就準備彈跳起身。工人們把屍體運上去後，連忙聯繫了警方，畢竟挖出這麼一具乾屍，說不準是這裡發生了可怕的命案。警察來到現場，經過仔細搜尋後，發現了更加驚悚的情況。除了一開始工人挖出來的那具，底下還有4具乾屍，這些乾屍服飾相同，看得出來互相認識，而且與第一具乾屍一樣，這4具乾屍同樣沒有腐朽。這5具乾屍是什麼年代的？又為何都安葬在這裡？警方帶着謎團聯繫到當地文物局，專家們到現場後，根據乾屍的官帽，還有其腦袋後面長長的辮子，確認乾屍生前是清朝的人。那麼，清朝人到底是怎麼死在這亂崗之上的呢？就在這時，專家又有新發現。新疆挖出清朝不腐乾屍，頭戴官帽，汗毛根根分明，可以說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古屍，就連腋下體毛都清晰可見。眉毛，包括眼睫毛、辮子，你看都保存最完整，很完整，腋毛都在。專家們又仔細地對第一具乾屍進行檢查，死者年齡約為55歲到60歲，生前應該是朝廷命官。這具乾屍保存完好程度讓人震驚，不僅毛髮根根分明，就連手腳的指甲蓋都沒有被破壞。雖然乾屍的表皮乾癟，但是肌肉卻富有彈性，不知道的還以為這是一位沉睡的老者。一直以來，專家們挖到的不腐乾屍基本都是做了很好的防腐工作，會用大量的防腐材料，以確保屍體死後不腐朽。但是這幾具乾屍卻完全沒有做任何的防腐工作，那為何能保持幾百年不腐壞？這幾具乾屍又為何死亡？新疆挖出清朝不腐乾屍，頭戴官帽，汗毛根根分明，可以說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古屍，就連腋下體毛都清晰可見。眉毛，包括眼睫毛、辮子，你看都保存最完整，很完整，腋毛都在。
專家們又對發現乾屍的地方進行仔細勘驗，在深坑裡面找到了一個小木箱，木箱裡面擺放着一些淘金工具，還有一些风化後的干枯药物。这5具干尸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，他们生前正是淘金者。木箱裡面還有一塊淘金的執照，也證實了專家的猜想。此地雖然乾旱，但是也是盛產黃金的地方，所以有不少淘金者光顧此地，以此為生。之前其實也在新疆別的地方挖出不腐乾屍，但都是風乾屍，雖然屍體保存較好，但屍體早已經沒了彈性。而這5具乾屍則是蠟性乾屍，屍體會不停地往外冒油，在油脂分泌的作用下，皮膚能保持光澤狀態，毛髮也能保存完好。蠟性乾屍比起風乾屍形成的條件要更為苛刻，後者一般在乾燥的環境下就能形成，前者則需要利用硫磺氣體對屍體進行反復燻蒸，一方面確保屍體去除水分，另一方面確保屍體的皮下脂肪不會流失。身為淘金者，這些乾屍生前並非達官貴族，除了找到的木箱以外，也沒有發現其他的陪葬品，所以不可能是後人對這些屍體進行燻蒸，只可能是自然環境下造就的不腐乾屍。事實也確實如此，乾屍埋葬的地方正是一片煤礦區，煤礦區存在大量的硫磺，而且該地溫度要比新疆別的地方溫度高得多。這樣一來，這5具乾屍不腐的謎團就被破解了。埋葬乾屍的地方是一個大火爐，煤礦區跑出來的硫磺氣體擠壓周圍環境，形成了一個無菌環境。同時，這些氣體也對乾屍進行反復燻蒸，從而形成了蠟性乾屍。這5具乾屍雖然面相栩栩如生，但並不是僵屍，所以不必恐慌，它們是自然環境下造就的奇蹟。而這5具乾屍的出土，也讓我們更進一步地了解了清朝的淘金歷史。